我是瓜皮儿。闪电侠第6季前情提要。拉姆齐发现自己能够与暗物质融合的血液相关联，为了治愈体内的癌细胞，他必须成为血魔，也必须要找到更多的寄生体。晚上，拉姆齐溜进了医院，带走了所有血样。白瑞将所有关于危机的事情告诉了伙伴，并且声明没有人能够救他。冰霜已经慢慢接受了现实，但西斯科不想接受，他不想看着最好的朋友因此牺牲，尤其是白瑞还告诉他谁也救不了自己。医院被袭击，白瑞接到了警局的通知，现场没有人伤亡，只是丢了几十升血样。因为西斯科的事儿，白瑞还不知道怎么说服他。乔冷不丁地说，西斯科这孩子天生就喜欢救人。白瑞从中找到了说服西斯科的点，回到实验室就单独拉上西斯科聊了聊。白瑞不打算让他拯救自己，而是拯救将死的拉姆齐。拯救癌症的患者这种事儿不在西斯科的能力范围内。两人还在进一步商量的时候，纳什突然爬上阳台，他有办法拯救生命。这是白瑞第一次见到纳什，纳什直接猜出他是闪电侠，并不是什么超能力，而是他在西斯科身上放了监听器。作为拯救拉姆齐的交换，白瑞必须帮纳什制造一个电路板，用于挖掘横金。西斯科在一旁和白瑞商量着这活干不干，然而对话全被纳什监听了。没办法，这条路白瑞必须试一试。三人来到一家研究所门口，纳什称里面有一种生物再生血清，不管有什么疾病或者器官衰竭都能治好，给拉姆齐扎他娘的一针就能治好他，越晚越危险。纳什说这血清是3年前支配者入侵时他们偷来的，人类暂时发明不出这种东西，为了避免这东西落入坏人手里，白瑞优先去清空研究院的监控。之后三人悄摸溜进了内部，里面布满了超能力抑制器，白瑞在这儿派不上什么用场。转头三人被保安人员包围，再转头纳什早没了，白瑞还没想好怎么脱身，纳什一个干扰器关闭了灯光，黑灯瞎火3拳2脚就打趴了保安。纳什的操作给西斯科惊呆了，临走前西斯科偷偷放了一个摄像头。三人来到放置血清的冷藏室内，西斯科负责破译保险柜密码，悄摸激活了摄像头的警报，支开了身边的2个人，自己很快就把血清占为己有。他可不打算给拉姆齐用，要留给自己的好兄弟白瑞。等他们回来后，西斯科假装东西已经被偷走了，纳什带他们赶快离开了研究院。烟雾弹跟传送门没啥区别，纳什也并不想解释自己装备的原理。虽然没拿到血清，但白瑞和西斯科还得遵守承诺，为纳什打造电路板。西斯科不情愿地开始干活，这一切发生的太过戏剧性，白瑞都怀疑纳什是不是骗子。转念一想，姓威尔斯的不都是这个德行？白瑞看着桌子上的冷藏保险柜，眉头皱了起来。西斯科好像有什么事儿瞒着自己，打开柜子一看，果然是血清。西斯科把这个计划告诉了白瑞，这个复活币我必须留给你，管你什么牺牲不牺牲的。没了闪电侠，没了好朋友白瑞，大家就算活着也跟死了没区别。白瑞又何尝不想活下去，并不是必须拯救拉姆齐一个人，而是想通过这件事儿让西斯科感受到领队的职责。自己死后，西斯科必须扛起闪电侠小队的重担，要在团队面临苦难时做出选择。可西斯科却偷了血清骗了自己，白瑞感觉自己看错人了。西斯科却表示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依旧会选择救你。把血清给了白瑞后，默默地离开了。与此同时，拉姆齐展开了新的实验，将偷来的血液与罗梅罗的血液融合，只有无限的尝试和杀戮才能找到治愈癌症的办法。这期间，拉姆齐回想起了已故的妈妈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，将融合后的血液注入体内，然而没有任何效果。血液渗出皮肤后，直接被拉姆齐消化。另一边，拉尔夫因为苏蒂尔邦的事儿一蹶不振，艾瑞斯托人给他找到了线索，可拉尔夫还是提不起劲儿。这种时候，乔过来安慰他。苏蒂尔邦的事儿，拉尔夫已经调查了快1年了，到现在都没有找到真相。他心里一直告诉自己，如果连苏蒂尔邦都救不了，那自己凭什么去救白瑞？乔告诉他，你不可能拯救所有人，但你可以拯救一个人。对拉尔夫来说，这个人不是白瑞，而是苏蒂尔邦，这才是你力所能及的事儿。谈起白瑞的死，2个人都沉默了。晚上，白瑞带着血清找到了拉姆齐，他放弃了血清，打算将这条命送给拉姆齐。解释了血清的作用后，拉姆齐感动得说不出话来。白瑞却告诉他，这是自己的选择，如果你能够治愈自己的癌症，假以时日，你便能够治愈大部分人的癌症。拉姆齐真挚地道了一声谢，很快就开始着手实验，将血清融入血液样本中，只坚持了几秒，血清最终败下阵来。难道自己难逃一死吗？拉姆齐突然回想起自己当初意外杀死罗梅罗的时候，当初罗梅罗在极度恐惧面前肾上腺素激增，所以罗梅罗的血液对他有了效果。看来自己只能再下杀手，才能得到充满肾上腺素的血液样本。这一瞬间，拉姆齐忘记了作为医生曾宣的事，摇身变成了血魔。多处医院遭到袭击，患者生命危在旦夕。白瑞第一时间带着冰霜赶了过去，
所到之处满地横尸。顺着尖叫声，白瑞冲到了拉姆齐面前，自己几小时前才刚刚给了他血清。白瑞对拉姆齐的选择难以置信，在拉姆齐的操控下，尸体纷纷复活，变成了为他服务的傀儡。冰霜被傀儡们惹急了，两眼放射寒光，准备动手教育下他们。白瑞这边也被团团包围，这种打不死的东西他也无能为力，只能丢出闪电拖延时间。此时拉姆齐又挟持了一名医生准备下手，冰霜赶到后立起了一道冰墙，隔断了傀儡。即使闪电侠和冰霜同时劝他放手，拉姆齐还是一招致命刺穿了医生的动脉，随后跳窗逃跑。几条生命在白瑞面前咽了气儿，傀儡们想跟上拉姆齐，却无一例外变成了一滩血浆。这一幕惊呆了白瑞和冰霜。希斯克这边将电路板打造完成，送给了纳什，简单的嘲讽加道谢后，纳什离开了实验室。而白瑞开始后悔自己做出的决定，自己一直尝试帮助的拉姆齐现在变成了一个怪物，把人体血液当成了银行，需要了就去提款。大家逐一离开了实验室，只有塞西尔从乔的心里读出了一丝伤感。塞西尔会意地离开了实验室，只留下了这对父子。在白瑞赶过去之前，希斯科为自己的行为道了歉，他想替白瑞扛起重担，这是能为好兄弟做的最后一件事儿。等白瑞默默来到乔身边时，父子俩一直逃避的问题还得面对，那就是白瑞的死。作为一名警长，乔不希望闪电侠牺牲，作为一名父亲，他更舍不得自己养大的儿子离开自己。乔替白瑞感到不公，为什么闪电侠一次又一次拯救世界，最后却落得个牺牲的结局？自己的宝贝儿子这辈子什么都没有得到，只是一味的付出又付出。说着说着，坚强的乔流下了眼泪。白瑞感激自己的父亲，是他一步步让自己变成了闪电侠，让自己内心除了希望就是希望。白瑞搂着痛哭的乔，安慰他说，没事的，就算我死了也不会离你远去。那时依靠着电路板找到了藏于地下的恒金所在地，而这个地方就是监视者的藏身之处，他的弑神计划正式开始。我是瓜皮儿，我们下期见。